你知道这个还有这个其实都是中国制啤酒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制啤酒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有人发现台湾的啤酒市场上面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制啤酒，比方说呢，这个包装带有浓厚的台湾元素，上面写着屏东黑尾鱼或宜兰葱油饼的啤酒是中国制造，或是标榜自己是国际品牌，像是美国的雪山啤酒，其实也是中国制造。而这个现象呢，也反映在市占率上面。根据财政部的公开资料，在2018年之前呢，国产啤酒的市占率高达了60%以上。但是短短的5年，包含了台啤啊、海尼根台湾、台虎精酿等等的国产啤酒的市占率第一次跌破了50%。相反的，在10年之内呢，中国制啤酒攀升了3倍，市占率已经来到了32%。台湾人每喝3罐啤酒就1罐是中国制造。对于这个现象，有人觉得中国制造的啤酒好喝又便宜，市占率攀升非常的合理。但也有人质疑进口啤酒里面只有中国制造一枝独秀，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单纯。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国产啤酒为何被打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很多人问我，志奇你好像很久没有复胖了。其实自从上了宋叶人医师的课呢，成功减重之后，我已经维持了身材将近2年，体脂率呢也持续的降低。很多人会担心快速的瘦身会反弹复胖，但因为我是有系统的从调整饮食结构来减重，就算偶尔工作太忙或没有运动，也不太容易复胖。而且课程当中呢，还有教我根据自身的体质选择外食的方法与进食比例，所以很容易找到好吃、会饱又方便的外食，不会局限于水煮餐盒或者只能够吃鸡胸肉之类的。那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不会有被限制或者是一直在牺牲的感觉，照常的享受美食身心呢都很放松，自然而然就能够长期的维持下去。而这堂我跟宋叶人医师一起合作的外食减重学课程，已经有超过4000名的学员一起学习，一定也能够给你实用的帮助。课程限时优惠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点击资讯栏加入吧。要讨论台湾啤酒的现况，我们或许可以把时间倒回到1947年，从最早成立的台湾啤酒开始说起。当时台湾实施烟酒专卖制度，也就是说呢，只有政府以及政府指定的机构才能够合法制造跟销售烟酒。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烟酒公卖局旗下的台湾啤酒就变成了全台最炙手可热的啤酒品牌，市占率接近100%，热门到半夜还会有经销商来排队抢货。直到2002年呢，台湾加入了 WTO， 废除专卖制度，啤酒市场对全世界开放，各种进口啤酒也开始卖到了台湾，国产啤酒的市占率也逐渐的下降。不过当时台湾啤酒凭借着产地优势，推出了强调新鲜风味的18天生啤酒，以及创意的水果啤酒，吸引到了不少的年轻族群。而民间的啤酒酿酒厂，包含了像是金色三麦啊，还有台虎精酿、掌门精酿、啤酒头酿造，也在废除专卖制度之后先后的成立。这些精酿品牌会使用独特的酿造工艺、配方，或者加入台湾特有的农产品，打造出独特的风味，受到了很多台湾以及海外观光客的喜爱。在2018年以前，国产啤酒面临进口酒的激烈竞争，但大多都还可以维持60%以上的市占率。不过短短的5年时间，台湾啤酒的市场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根据财政部的公开资料，2023年开始，台湾的国产啤酒市占率第一次跌破50%，只有 48.8%。到了去年2024年更惨，只剩下 47.8%。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市占率不断攀升的进口啤酒当中，来自中国制造的啤酒成长非常的惊人。2015年时，他们在台湾市场的占比只有 8%， 但到了2024年直接冲破 32%， 不到10年就增加了3倍。这些中国制啤酒除了大众比较熟悉的青岛啤酒之外，还有不少国际大牌，像是美国的百威啊、雪山、墨西哥的可乐娜，还有日本麒麟的部分产品，他们都是在中国生产啤酒之后再卖到了台湾。那根据中国的海关总署统计，在中国啤酒的出口国当中，台湾已经是第1名，出口额呢甚至是第2名缅甸的 2.4 倍。国产啤酒不香了吗？明明就有产地优势，为什么国产啤酒会被进口啤酒给打趴呢？首先有人认为跟行销有关。相对于台湾的这个国产品牌国际大厂的行销预算通常比较足够，而且很善于插旗大型活动。这几年来呢，包含了可乐娜、百威这些国际品牌，除了透过行销经营形象、推出优惠，还会赞助音乐季、潮流活动等等，来提升曝光度，让品牌更贴近年轻的族群。而麒麟 Bar Beer 呢，也跟台湾地方单位合作，打造出 Bar 台湾特产罐，吸引了很多人购买。
不过也有一些人质疑这样子的行销方式呢，可能会误导消费者，把中国制的啤酒误以为是台湾制造，有标示违法的疑虑。再来呢是通路跟曝光度的差距，也让国产的啤酒处于不利的地位。目前进口啤酒呢，几乎全面的进驻超商、量贩店，还有网络购物平台，甚至夜店餐酒馆都可以轻易的找到这些国际大牌。但很多的国产精酿品牌呢，大多是依赖酒吧餐厅或者是直营门市销售，能见度相对较低，很多时候消费者想买还不一定找得到。不过也有人认为其实台啤跟海尼跟台湾的通路曝光度还是蛮多的，所以市占率下滑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有人观察到呢，中国制造的进口啤酒价格异常的低。根据台湾酿酒商协会的调查，如果把中国制啤酒拿来跟同样是工业啤酒大国的美国相比，两边的产量差不多，但中国制啤酒的价格却低很多。换算下来相当于每罐330毫升的这个中国制啤酒，会比正常的市场价格便宜将近5元。他们质疑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补助，还有奖励措施，才让中国制造的啤酒可以用超低的价格倾销到台湾。举例来说呢，根据青岛啤酒2021到2023年的年度报告，每年呢他们可以获得政府补助大约13到22亿元新台币。2023年呢，百威亚太的财报也显示，他们拿到中国政府的补助跟奖励收益呢，大约是新台币18亿元。除此之外呢，中国福建的莆田市是目前卖到台湾的中国制啤酒当中最主要的产区。2024年1到7月福建出口到台湾的啤酒总额就占了整体亚洲出口总额的85% 以上。而当地市政府呢，就一项促进食品产业转型升级7项措施，优先把啤酒列为重点发展项目，提供各种的补助还有优惠。更让台湾厂商气愤的是，中国啤酒大量倾销来台湾就算了，中国政府还单方面的禁止台湾国产啤酒输往中国，形成了不公平的贸易环境。从2022年开始，中国就用注册讯息不完整的理由禁止台湾指标性饮料进口，直到2024年的3月，包含了台湾烟酒公司、台虎精酿等知名的国产啤酒呢，都没有办法把商品卖到中国。而这个政策的影响也反映在两边贸易数字的差异上面。2023年，中国卖到台湾的啤酒高达了新台币35亿多元，相较之下，台湾卖到中国的啤酒呢，只有大约新台币300万元，有将近1200倍的贸易逆差。甚至不只是中国啤酒产业有倾销的争议，最近东南亚各国也都纷纷对于中国的钢铁铝产品、纺织品提出反倾销调查。近年来，因为美中贸易战，还有欧洲、日本、南韩等等的国家都积极的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让中国开始加强跟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从2020年开始呢，中国跟东南亚的贸易来往呢变得更加的频繁，东协甚至取代了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今年7月以前，东协国家已经对中国发起96件的贸易壁垒调查，而其中有74件是反倾销调查。因为根据统计光是在2024年的1月到7月之间，印尼就有至少12家的纺织厂关闭，超过12000名的工人失去工作。而在印尼呢，以蜡染布、手织布闻名的万隆市，有部分的工人呢，已经2周到1个月都没有工作，甚至在2个月内，当地的家庭代工业的产量下降了70%。所以印尼为了预防本地市场被中国的廉价商品给淹没，直接对部分的中国商品课征了高达200% 的关税。另外，越南、泰国也针对中国来的钢铁、铝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还有马来西亚也宣布要提出反倾销法案，保护国内产业。那不只是东协各国，过去呢，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其他产业反对中国倾销的案例。在2001年之前呢，台湾毛巾产业蓬勃的发展，特别是云林县生产了全台湾超过80%的毛巾产品，拥有超过200家的毛巾工厂。但台湾加入 WTO 之后的短短3年，中国毛巾的进口量呢，就从130万公斤飙升到680万公斤，占据了台湾毛巾市场大约70%的份额。当时中国进口毛巾呢，只要68到73元，而台湾生产的毛巾每公斤要价190元，根本难以竞争。所以即使呢，中国的毛巾有掺杂回收棉下脚棉等等低品质原料的争议，但云林的毛巾工厂还是一家家的倒下，最后只剩下50-60家。直到2006年的9月财政部宣布对中国厂商课征204% 的反倾销税之后呢，再加上台湾毛巾业者的技术创新，国产毛巾才逐渐的回稳，年产量呢从900公吨逐渐回升到4000公吨以上。所以也有人呼吁政府应该要正视台湾啤酒产业的困境，比照过去对待中国毛巾中国钢铁品的倾销状况，课征反倾销税来保护国内的企业。台湾酿酒商协会指出中国啤酒的售价明显低于合理价格，已经构成了国际贸易规范当中定义的倾销。
简单来说，就是用超低价抢市场，不给别人活路。目前在亚洲各国的啤酒市场呢，大部分都是以当地的国产啤酒占多数，而像台湾这种国产啤酒市占率跌到50% 以下，进口啤酒还在持续大量增长的这个情况，算是非常罕见。放眼全亚洲呢，也只有新加坡比台湾严重。所以台湾酿酒商协会认为，政府应该要赶快介入，保障本土产业的生存空间。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课征反倾销税，像是有消费者就质疑，中国制造的产品这么多，政府呢只针对啤酒课征反倾销税，可能是想要图利本土厂商，或是意识形态作祟，逢中必反。而且台湾大型的国内啤酒厂商如果少掉了中国啤酒的价格压力，可能就更没有创新研发的动力。到时候不止买不到便宜的中国制啤酒，国产啤酒还可能原地踏步，吃亏的可能还是消费者。另外一方面，也有经济学者担心，台湾如果主动对中国啤酒课征反倾销税，可能会影响两岸关系，但是中国可能会取消 ECFA 来贸易报复，进一步的影响台湾其他产业的出口利益。但也有支持课税的人反驳，国产啤酒正在衰弱呢，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不是意识形态作祟。根据反倾销申请书的资料，国产啤酒的厂商在台湾卖啤酒的赚的钱一年比一年少，在反倾销调查期间呢，内销利润就掉了快1/5。那如果是拿销量来看，2024年的9月就比2023年的9月减少了将近17%。而且啤酒产业呢，还牵涉到了上游的农业原料以及下游的就业市场跟生产链，像是包装、物流、销售等等的工作机会。如果继续放任中国制造的低价啤酒大举的来到台湾，长期下来呢，还可能会让其他的本土产业都一起萎缩。再来，针对课税之后啤酒价格变高的这个讨论支持者强调，反倾销税呢是要矫正不公平的低价竞争，让市场回到正常价格水准。他们认为，只有让台湾市场恢复健康，厂商有收益可以继续的研发新产品，消费者才能够享有多元又稳定的选择。最后，有部分的人认为，近年来呢，中国就一直在削弱 ECFA， 跟台湾是不是对于中国课征反倾销税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其他国家呢，也都在对中国课税，没道理台湾不行。他们认为保护国内产业是正当的主权行为，如果因为怕报复就什么都不做，反而会让本土产业长期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当中，无法生存。不过，中国制啤酒到底有没有涉及倾销的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理清。目前财政部已经启动反倾销调查，接下来呢也会根据调查结果再决定是否要课征反倾销税。过去我们计划在购买啤酒时呢，只会在意口味酒精浓度，从来不会特别注意到国际品牌啤酒的产地。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当很多人发现国际品牌都是来自中国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思考，啤酒都是来自中国制造，真的会是个问题吗？这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为什么偏偏要特别讨论啤酒呢？我们反思之后，觉得比较在意的地方，可能是中国制的啤酒大举来台，而台湾国产啤酒却没有办法卖去中国，这种不公平的贸易环境。对于台湾的厂商来说，面对低价竞争，他们即使呢想要靠着独特的口味拉高优势、扩大市场，却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那长期下来许多中小型的精酿酒厂可能会无力支撑，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而这可能会牵涉到我们另外一个在意的点，那就是舍不得国产啤酒没落的心情。台湾从公卖时期开始呢，就有自己的酿酒产业，之后有很多的精酿啤酒厂商结合台湾在地农产，打造出专属的独特风味。这些带有浓厚台湾味的产品，未来可能会成为回忆，想想就觉得实在是蛮可惜的。不过，如果撇除掉情感面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一起事件呢，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市场。比方说，因应目前的贸易环境，政府在包装的规范上面，或是厂商在包装的设计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辨识措施，让消费者可以更容易的知道手上这罐啤酒的产地是来自于哪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在乎产地，或者就算知道产地，也未必会影响到他的选择。但我们认为，更透明的揭露资讯依然还是很重要，也更能够保障所有消费者的权益的。所以，我们也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这起事件。如果有其他不同的想法或建议，也都很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在选择啤酒时最看重的是什么呢？A. 价格实惠最重要，喝得开心又不伤荷包。B. 口味跟风味独特性，特别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啤酒。C. 品牌形象跟口碑，国际大牌或者在地品牌呢都各有特色。D. 我不喝酒。以其他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啤酒选择哲学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制啤酒。此外呢，可以你这个地方看美中贸易战以及啤酒挑选指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